给我一个机会。怎么给你机会？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全自动回测人。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勾力。做量化回测使用 MT5，大家最熟悉的动作可能是这个啊，就是先选择策略程序，然后选择品种，调整这个周期，设置回测的开始时间、结束时间，然后选择你回测的模式啊，究竟是1分钟的高开低收，还是说 take 价格啊？最后可能你还要选择一下入金和杠杆啊，然后再点这个开始的按钮啊。那么最后，如果你要进一步分析策略表现的话，还要把它导出成为 HTML 格式的一个文件啊，这样其他软件才可以进行分析。如果你手里只有1、2个策略或者3、4个啊，你手动点点其实也无妨。但如果你想测试策略在全市场的泛化能力，或者说你就是一些这个做量化做了很久的啊，那么他们的这个策略很多啊，可能定期就要回测几十个已经上架的策略，以及几百个备选的策略啊，这一点都不夸张哦。当你也处于这种情况之下啊，那么手动的配置和运行测试以及保存结果的工作量啊，就会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啊，就变得极其的庞大且繁琐啊。这个时候交易就不再是什么脑力活了，而是纯粹的体力活。而且长时间的重复操作还极容易出错啊，就导致回测的结果不准确啊。所以每想到要进行这个环节的时候啊，这个头啊就有一些大。脑瓜子是不是嗡嗡的？为了解决这个低效的环节呢，我开发了一套这个自动化的工具啊。当然，这个开发的过程离不开一位雷锋学员的帮助啊。惭愧的说啊，虽然我之前也有这个痛点啊，但是我其实可能是陷入了一种思维的僵化，就是一种固化了啊，一直没有想着去解决它。中间也尝试过使用一些自动化的脚本啊，当时我记得应该使用的是 GUI 的一个库啊，去做这种键盘鼠标的模拟啊，就是类似于按键精灵啊，这个做游戏搬砖的应该知道这个软件啊。但是这种模拟 UI 操作的啊，它也有好处啊，好处就是它不依赖于什么接口啊，只要是人能点的它都能点啊。但是它还存在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啊，就是非常依赖于这种界面布局的一个稳定性啊，就是一旦你的界面有什么变化啊，比如说这个按钮的位置变了，或者说它的这个文字变了，它的颜色变了啊，那么程序就很容易出错啊，就是识别不到了啊。而且总感觉这种方式的话有一点原始啊，就是不够优雅。优雅永不过时。后来呢，根据这位雷锋学员分享的思路啊，就有了今天这套解决方案啊。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啊。那么首先是这个预处理啊，那么这个脚本呢，它会自动的去读取我们的这些源码文件啊，就是瞬间给它们进行一个重命名啊。当然我这里是已经命名过一次了啊。命名完成之后，然后会完成一种这个静默编译啊，就是把它编译成为一个可执行文件啊，它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啊。那么有了编译好的这个可执行文件呢，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那么下一步就是把我们这些可执行文件都拖到这个 V1 版本啊。我们先看这个 V1 版本，它的主要侧重点是在更全面的一个矩阵式的测试啊。那么比如说我这里想测试10个 EA 啊，在10个品种啊，这不多啊，10个 EA 在10个品种，在5个周期上的所有表现啊。那么整体的这个设置啊、回测、保存的动作的话，如果我们手动操作的话，就需要做10乘5乘5啊，也就是做500次。这个过程呢就很烦人且容易出错啊。那么使用这个工具呢就简单的多了啊，你只需要给它配置好你想测试的这个内容、这个周期，还有你的这个品种啊，然后直接运行它啊，其余的你都不用做啊，然后它会自动的去打开我们的 MT5。现在我们这个 MT5 是受这个程序所控制的啊，它会自动找到 MT5， 然后启动 MT5， 然后完成清场啊、自动加载配置啊，然后跑完一个的话，它就会自动的去把它的这个结果都保存在这个
保存在这个 HTML 文件夹中啊，供你后续的进一步的分析啊。你这样的话，就是不管你有多少个策略啊，多少个品种啊，哪怕是成千上万，电脑都能够自己轻松应对啊，就是快速的完成所有的回测任务啊，而且它可以避免你手操导致的配置出错，导致的结果出错，进而导致后续的策略评判出错。好，我这里是录视频的关系啊，我这里就把它停止了啊。反正只要你把它运行完的话，它所有的这个在所有的品种、所有的这个时间周期上，它都会帮你进行回测啊，并且我们可以把这些所有的 HTML 的这个结果都给它打开啊，这里面都是有对应数据的啊，配置都是不同的，就是一个很全面的矩阵式的测试啊。那么这种工具呢，它对于那些不想手操的这个玩家来说啊，这种无人值守的这种暴力测试啊，就是帮助非常大啊，效率非常的高。好，这是我们的微版啊，我删了，这没有用的，这是因为我提前停止了，所以它会产生一个日志的文件啊。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V2 版本，这个版本呢，它就是没有什么可配置的啊。它是直接读取我们的文件名啊，还记得我最开始所演示的这里的重命名吗？啊，这不是一个废的动作啊，这是一个有用的动作啊，因为它可以从我们的文件名中去自动的匹配品种和交易级别和这个回测的区间啊，反正就是你给它一个名字啊，那么它就知道你想要什么姿势啊，是什么设置啊，就是相对会个性化一些啊。因为很有可能我们某些 EA 其实并不想测试那么多啊，而是只针对于特定的品种、特定的周期进行回测啊。那么 V2 版本的话，就是很好的满足这种需求啊。那么我这里的话，1的话时间有点长，我就用2吧，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比如说2025年1月1号到2025年12月1号啊，那么就这样啊。好，那么接下来它就会读取所有 EA 自己的一个配置，然后完成这个设置回测，然后保存 HTML 结果的一个动作啊。同样的，它会保存在一个文件夹中。好，我这里还是提前把它停止了啊，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就可以了。好，我们还是看一下这里面的结果啊，都是按照我们指定的这个，这是每日 H4， 然后2025年1月1号一直到2025年12月1号，每日 H4 结果都是有的啊。美加了啊，美加 H4， 这是每日美加，这是V1版本的啊。好，大体演示一下就可以了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效率所带来的结果啊，就是你去喝你的咖啡啊，玩你的手机，电脑会替你加班啊，它会帮你把几百组、几千组的测试报告整齐归档啊，也不需要你操心因为设置而导致回测结果有误的问题啊。好，那么这套工具以及它背后的这个完整的实现逻辑呢，我前段时间已经在我们内部学员课程中已经全部公开了，就是所有的工具啊，实现源码、实现逻辑、文档以及一个超长视频的讲解啊，都已经一并上传了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交易习惯进行使用或者二次开发啊。那么公开的频道呢，我就不说那么详细了啊，时间也非常有限啊，我这里就简单的去说一下它的原理啊。那么有这个马力能力的，你可以自己去实现啊。基本上这套工具就是利用 MT5 啊为高级用户预留的一个命令行机制。我们主要使用到的命令，其中一个是这个 config 命令啊，就是你只要给它喂一个 INI 的一个配置文件，它就能够帮助你执行回测任务啊。比如屏幕上这行语句就是执行了一次回测的这个命令行语句啊。然后编译的话，我们使用的是这个 compile 命令啊。那么它其中会用到一个 log 命令啊，它会产生一个 log 文件啊。这个文件还是比较有用的啊，因为万一你的代码有问题啊，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环节进行编译的时候，如果你的代码源码是有问题的啊，那么编译出错的话，它会记录具体的一个错误信息啊，就是会产生一个 log 的日志文件啊。但是因为我这里都是正确编译的，它代码它会自动的把 log 文件进行删除啊。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它就会留下来，你就可以进行问题的一个定位啊。好，反正总的来说呢，就是通过这些底层的命令啊，我们就是针对这些命令进行了一个封装啊，就可以高效的一个完成策略的编译以及回测的任务啊，包括它后面那个归档的任务啊，相当于是
官方他把这个后门啊，其实已经预留好了，我们只需要利用好它这个机制啊，就不再需要花时间像我之前一样去研究什么键盘鼠标了啊，那真是把这个方向给搞错了啊。好，那么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啊。工具解放了体力啊，让我们把精力留给了更重要的策略逻辑的思考啊。好，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还请点赞、收藏、转发支持一下啊。那么感谢大家观看啊，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讲到这里，正片已经完了，想走的都已经走了。那么这里我就吐槽一下啊，毕竟我自己的频道嘛，我还是有吐槽的权利吧。就是为什么很多有水平的这个 UP 主啊，包括一些博主呢，他慢慢的都会在一些平台啊，某些平台上消失啊，就不说话了。因为总有些人就属于那种，就属于农村里就说的那种，旁边过条狗啊，他都得骂两句的那种啊。就是好的观众他在用1.5倍速去抓重点去学习，而有些观众呢，他却是在用0.5倍速去找茬啊，去审判你啊，就好像是别人做一个分享一个作品啊，就分享一个内容，就必须要是满足他个人的这个特定需求，他才会满意啊。那么我觉得这种人就不太尊重创作者的一个付出啊，他只知道一味的去抨击啊，就发泄自己的情绪啊，就随便的这种乱倒垃圾啊，就我觉得不是很好啊。就我观察下来啊，因为我也关注了很多 UP 主嘛，他们在多个平台也都会发布他们的内容啊，国内的也有，国外的都有啊，包括一些好的内容我也会打赏啊，一般的呢我也就无视了啊，因为人不可能一直高强度的发挥啊，这个我也是深有体会啊。那么就我观察下来呢，他有些平台部分人啊，这个行为真的很掉价啊，就人家博主辛辛苦苦做的内容啊，即便是他觉得真的受益了，他也不会说一句感谢的话啊，但如果真让他揪住了你语言的一个漏洞啊，那么他就要大肆发挥了啊。我形容这种行为就像是那种拿着锤子啊，这个找钉子啊，就真的很掉价啊。我知道我今天说这些话呢，也属于吃力不讨好啊，所以我就放在最后嘛，我偷偷的说总行吧啊。总有些对号入座的他不高兴啊，但是我看到一些好的这个创作者被这样搞心态啊，也让我产生了一些共鸣啊，就是我也有同感，所以我还是忍不住想说啊，就忍不住。